小刺猬。从前有一个生意人，一个国王和一个穷人。生意人到森林中去打猎，不小心迷了路，走了3天都找不到出去的路。哎，上帝呀！如果有谁能把我带出去，我会把3个女儿中最漂亮的那个嫁给他，再加3袋子钱。我带你出去，跟我走吧。生意人往脚下一看，原来是一只拱来拱去的小刺猬。一筹莫展的生意人答应说，只要能把她带出去，就会把最漂亮的女儿嫁给他，再加3袋子的钱。刺猬走在前面，生意人跟在后面。不出半个小时，生意人就被带出了森林。第2天，国王也来到这片森林打猎，他也像生意人那样迷了路。上帝呀，上帝呀！不管是谁，只要能把我带出去，我会把3个女儿中最漂亮的那个嫁给他，再加3车的钱。跟我来，我带你出去。国王在看，到底是谁在跟他说话？原来是脚下的一只小刺猬。他没有迟疑，跟在刺猬后面，不一会儿就走出了森林。这时，一个穷人也在森林中迷了路。上帝呀！我在这世界上一无所有，哪怕是人们讨厌的家伙，只要他能带我走出森林，我就把他认作是自己的孩子。那你就跟我走吧。有个声音对他说。当然了，还是那只小刺猬。穷人很快就被带出了森林。过了些时日，生意人、国王和穷人都把这只小刺猬给忘记了。有一天，穷人躺下睡觉的时候，听见有谁在敲窗户。爸爸，请你把门打开。啊！穷人好生奇怪，这会是谁呢？自己并没有孩子呀。爸爸晚上好，我回家了。老天哪！亲爱的儿子，你回来了。是的，让我妈妈也起来，给我铺一张床。爸爸，你有一点点钱吗？小刺猬问道。有的，儿子。那有的话，爸爸你就到城里的集市上，在那里有一个老太婆，你从她那里买一只黑公鸡，然后再到皮匠那儿买他那套破旧的小鞍子。穷人出了门，买回了黑公鸡和破旧的小鞍子。刺猬给黑公鸡套上了小鞍子，然后跳了上去，立即风一样的骑走了。到了生意人的家门口，刺猬停了下来。嘿，生意人，快开门！生意人一见是刺猬，惊得差点仰了过去。他叫出了3个女儿，对他们说明了原委。他承诺过要将最漂亮的女儿嫁给这个讨厌的家伙。女儿们都大哭了起来，但刺猬可不理他们。他挑选了最漂亮的那个，然后兴奋地说：“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到死我们都不分开。”被选中的女儿一言不发，只是一个劲儿地哭，进而趴在地上不住地撒泼。尽管如此，他也只能跟着刺猬走了。生意人收拾好了马车车厢，又在另一辆车上装了3袋子的钱，车就这样走了。在一旁的刺猬骑在黑公鸡上。你怎么还在哭啊？我要哭，一直哭到死。好吧，你不用做我的妻子了，回去找你的爸爸吧。但是刺猬没有把3袋子钱还回去，而是带给了穷人。过了一些时间，有一天，刺猬又骑上了公鸡，他要去找国王了。
到了国王那儿，刺猬就问国王是否还记得曾经的许诺。我说过的话我都记得，我也不反悔。国王叫出3个公主，难过地对他们说明了经过。现在他必须任由这个讨厌的家伙从他们中间选一个出来。反正选上了我，我也不会做他的妻子。大公主说。反正我也不去，我宁愿去死。我愿意。小公主说。他那么热心地帮了我爸爸，我很高兴成为他的妻子。唉，国王又高兴又难过。国王高兴的是他的小女儿这么善良，难过的是他就要与这个心爱的孩子分开了。国王装了一车银子、一车金子和一车钻石，让女儿坐进了马车车厢。刺猬并没有坐上去，他还是骑着黑公鸡。当他们走了很远的时候，刺猬往车厢里看，发现公主并没有哭，而且还显得很高兴。公主对刺猬说：“你为什么要骑在公鸡上呢？到车厢里来坐我边上。你不怕我吗？我不怕呀，你又没对我不好。你不讨厌我吗？我不会的。”这时奇迹发生了，就在这一刻，只见刺猬抖抖身子，立即变成了一位英俊潇洒的王子。黑公鸡也抖了抖身子，变成了一匹金色的骏马。他们的面前立即出现了一座光彩的钻石宫殿，墙是钻石的，窗子也是钻石的。国王来了，穷人也来了，四面八方的客人们都来了。他们举办婚礼的消息传遍了天下，他们就这样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。